大美女。怎么自己在这干活呢？是啊，讨生活嘛，哪有钱赚我就干什么。哎，那干嘛去了？停车。嗨，他那破车，门不锁都被人偷。坐，随便找个地儿坐。哎，坐，挑干净点。没给你带酒啊，下次补上。呵，跟我客套。长话短说啊，上次你给我看那照片，就是严培旭跟邝伟平见面的那个地方，我再给你确认一下。是西平港吗？你要想知道是哪一家，我现在就给你问。别了，让你的兄弟们不要再找了，集中精力帮我盯着西平港。那老头还是邝北平？如果他们出现，你也告诉我，关键是宗飞一定会在那里。好在那小子现在开不了口，警察也拿他没辙。但是再这么追查下去，难保不会出问题。你赶紧想办法。我能有什么办法？你不是什么法律行的大佬吗？你托关系找人呢。你的事儿我兜着了，我的事儿你不管了。我都给过你钱了，我给了你那么多钱。你想清楚，警察要再这么继续跑，等我出了事儿，我就只能拿你那点事儿去论功行赏了。喂，爸，哎，怎么了？哦，没事儿，有家公司那边的物流出点问题，能解决。那我去上班了。好，慢点啊。等会儿，哎，哦，我这车这么停着没事吧？就你这破车，碰上谁车谁倒霉。你要是不放心，你就上车里等我，反正这戏我自己也能演。你材料准备好了吗？准备好了，有保全申请就可以了。那盖章呢？个人债务纠纷不用盖章。全世界就你最机灵。还有你。喂，毛毛，你不会又忘带听课证了吧？我现在在公安局，他们叫我来做个询问，有什么是我需要注意的呀？公安局？哪个公安局啊？这上面写着向阳刑侦支队。向阳支队？你惹什么事儿了？没有啊，说是昨天咱们走了之后，韩律师那儿可能出了什么事儿。哎，少廷，忙着呢吗？啊，我在外边呢，什么事？你还不知道吧？韩律师昨天晚上被向阳支队拘留了。出什么事了？毒品？你说在他的咖啡厅里卖毒品？把人给打了，因为什么事呢？不用注意什么，你实话实说就行。有什么情况你再给我打电话吧。那是正当防卫吗？不好说，反正人到现在还没出来。我能做点什么？也没什么，我就是告诉你一声，毕竟是所里的事儿。好的，多谢。那你忙吧。张正。喂。你脸上的伤怎么样了？嗨，咱兄弟之间没有隔夜的仇。啊，挂了。张正说韩律师被他们给拘了。那应该是一个事儿吧？昨天晚上我堂姐毛毛我们在那喝酒，我和堂姐先走的，然后毛毛紧接着就走了，应该是之后的事情。张正的意思呢，可能是正当防卫。韩律师不会平白无故的去打人的。那主任现在让你做什么？还是你自己准备做什么？以韩律师那个家境呢，就算要做什么也轮不上我呀。再说了，不管发生什么事儿，打人的是他，关我屁事啊！你那边呢？他明确告诉我是询问，不是讯问，应该没什么问题吧？那咱们继续。
你是被乔律打残了，还是单纯的闲者时间？我在考虑我到底要不要退选。看来不是闲者时间。我先表个态啊，作为合伙人，我不同意。你就这么坚定地支持我？只有你当上了律协会长，这德智所才能我说了算。哎，你倒是敞着啊！不过说真的，就算我去参选，希望也不大。为什么？你怕邝北平了？还是因为咱们所接连被投诉？总不会是因为你和乔律真的撕破脸了吧？邝北平，那是历史遗留问题。乔少廷，是我的现世报。哎，这他妈还有一个飞来横祸。韩律师，对我来说，到底参没参选，真的是个小事。如何保住德智所，这才是让我最头疼的。我是德智所的律师，我姓肖。我的当事人呢，和贵司股东之一的严培旭先生之间呀，存在一笔个人债务纠纷。我的当事人已经向法院提起诉讼。为了确保诉讼标的的最终给付呢，我的当事人申请了诉讼保全，需要查封严先生名下的房产。在查封的过程中，我们发现这套房产上设置了他项权利。严先生用这套房产做抵押申请了商业贷款，现在不知道会不会涉及一些轮候问题。法院要求我们对每一个环节都进行核实。我们也去了京港银行确认了这笔贷款的存在，它的用途呢？是作为贵司的一笔经营债务。其实就算查封账户也没用，那笔钱严老先生第2天就转走了。贷款是真实存在的。是的，严培旭以股东身份申请经营贷，到账之后就立刻以现金的方式提走了。他是怎么做到的？肯定是财务上耍了什么手段呗。不过我问他有没有收到对方开出的发票时，那个财务有点闪烁其词。现在很多的经济往来当中都是先票后款。那他要是还款前就收到发票了，有什么不能和我说的？那看来就是没有收到吧？或者说压根就没还款。想要彻底弄清楚这部分，咱们只能到债主那儿接着演。你在这儿我还能忽悠忽悠，到债主那头纯靠演戏估计悬。那你说怎么办？除非冒充银行的信贷监管。这不还是演吗？不懂，这叫 cosplay。哎喂，喂，老乔，向阳刑侦支队要我去配合他们的询问，说是昨天晚上韩律师的咖啡厅出事儿了。你有没有什么要叮嘱我的？你已经到了？我在路上呢。那你到了等等我，我马上来。好。啊？汤初被你哥那边叫去询问了，我得去趟向阳支队。哎，同去吧，我也得配合调查。主任，我陪樊总的儿子接受过公安的询问调查了，没他什么事儿，您放心。不过，好像是韩律师出了点什么事儿。情况我大概知道，你这几天让樊总他们有任何情况都要第一时间通知你。丁景那小子，除了让他最近别惹事儿以外，昨天晚上的情况，别让他向外透露。明白。我就进去把情况都说了一遍。
来了。你怎么样？没事吧？我还没进去呢，能有什么事儿啊？你能不能换一个不那么套路的开场白啊？芳姐，笔录做完了？按你说的那样，实话实说呗，反正也没我什么事儿。不对，这事儿多少跟我有点关系。总之你们得帮帮韩律师。昨天晚上情况呢，肖律师在路上大概跟我讲述了一下。我们想知道的是，在这个时间段里到底都出了什么事儿？昨天晚上一起喝酒那2个人，一个姓樊，叫什么我不知道，反正另外一个人一直叫他樊哥，他好像是个什么2代吧，反正不太会聊天，还有点招人烦。另外一个人叫阿乌，应该是个外号。你们都聊什么了？差不多11点多的时候吧，我觉得有点晚了，喝的也有点多，就准备先撤了。没想到，干嘛去啊？你怎么还没走？想给你尝点好东西啊。什么好东西啊？可上劲儿了。毒品啊？应该是摇头丸。你刚办完那案子，王明是不是就卖的那把？昨天你怎么没报警啊？我好歹跟人喝了半天酒，哪好意思就报警？再说我也不确定那是什么。没吃着，很遗憾是不是？不过韩律师看见了。没事，我不玩，我不。哎，不用，我你试试嘛。哎，你听我的，真的没事，真的没事。放开我，放开我！真的，你试一下，试一下。哎，韩律师。大概是听明白怎么回事了，但是咱们还是不知道韩律师到底动手打的是谁啊？是那姓樊的，还是那什么阿乌啊？和你室友一起喝酒的那2个人，有一个叫樊以沫，是我们所一个重要客户老总的儿子，主任让我陪他接受了询问。一来二去，这里头的事儿大概弄明白了。被韩律师打的那个阿乌，真名叫什么？李良。跟姓樊的富2代什么关系？夜店认识的，不是很熟，就是喝过2次酒。是买过几包摇头丸吧？喝酒，就是喝酒。他们昨天晚上都是临时约的，而且都不是一起走的。他不知道那个部分，你知道吗？连听带猜，知道个大概吧。昨天晚上11点半，樊以沫就离开了。李良离开的时候大概将近12点，然后你们韩律师就追出来，在咖啡厅以西100米的地方截住了李良，问他是否在店里试图兜售毒品，估计。李良否认了，韩律师要报警，李良上前攻击他，拉扯之间绊了一个跟头，后脑勺磕在了门口的台阶上，当场就昏迷了。韩律师打了120，又报了警，李良被送去了医院，韩律师就留在了向阳支队。伤得重吗？枕骨碎裂，做了一个开颅手术，命是保住了，但一直昏迷，估计也就醒不了了吧。韩律师是遇到一个毒贩袭击他才还的手，他摔倒不管是韩律师推的还是自己撞的，总归都是正当防卫。人家不一定是毒贩哦。毛毛看到他带了一包类似摇头丸的东西。公安在他身上什么都没搜到，你那个室友是在哪儿看见的？门口。那个地方好像没有监控吧？那他们动手的地方，真不凑巧，也没有监控。但这些都不是我找你来要说的重点。这里边有邝北平什么事儿啊？
邝北平似乎格外的关注这件事儿。今天他回所里的时候，在邝北平的车上看见坐着一个人，左手手背上有大面积的烫伤疤痕。袁培旭，薛东不是搞差了吧？让他俩坐不住的，恐怕是咱们在调查资金流向的事儿吧？金港有很多毒贩吗？我明白你的意思。也可能是我对毒品和毒品的关联词太过敏感了。这样，你跟唐初做完询问之后，如果没有什么特别的情况，咱们还是要继续把资金流向的事情查清楚。至于韩律师那边是不是正当防卫，就算没有视频，公安这边也会想办法查明事实，咱们也帮不上什么忙。完了，现在网上到处都传开了。知名律所合伙人无故将人打至昏迷，疑似毒瘾发作。知情人爆料，韩斌律师为何有恃无恐？原来背后是法学世家撑腰。小伙嫌女友深夜买醉，竟被酒吧老板施暴。这届网友不干了，甭管你韩律师背后是谁，都大不过法律。25岁男青年秒变植物人，知名律师秒变暴徒。细数律师韩某的七宗罪，坑你钱要你命，这都什么东西啊？是那个人女朋友。现在这网络环境啊，你们那还没接受询问呢，这造谣的就先来了。虽然队形不大整齐，但是开炮的方向是高度一致，这有点奇怪吧？那要是等公安的调查结果出来了，发一个官方的案情通告，是不是就可以打这些造谣者的脸了？你想的太简单了吧？案情通告里要是韩律师真有问题，那就骂对了。要是最后韩律师被判定是正当防卫，那就是法律世家真是不一般啊，真能只手遮天。啊，他们怎么连公安的调查结果都不相信啊？现在点开任何一条链接，下边都排队在骂。可你们谁见过新闻事件反转后下边排队道歉的？这有点奇怪，但是没道理呀。韩律师对邝北平也构不成什么威胁，没必要这个时候来黑他呀。这明明是件连你在咱们所可以一并往里卷的事儿，竟然没提你。看来是这些媒体精神领悟的不够透彻。你看没看？现在网上有，看过了。这才半天时间，显然是有人在带节奏、助推舆论，而且是冲咱们所来的。也不能这么说。我看了半天啊，我发现没有几篇提到咱们所的名字，关键是没有一篇提到乔少廷的名字。以他的光辉形象，稍加渲染，咱们所就是贼窝。为什么没提？你看，你也觉得奇怪吧？你说手拿个燃烧瓶，前面就是油库，他不点，他会要往身后的这个水泥地上扔。是有人在试图保护咱们所和乔律。我也不知道这件事情的幕后推手为什么这么针对韩律师，但是有一点可以肯定，他一定不想引起少廷的注意。你别担心，我也得做笔录，我和堂姐一起进去。哎，来了。这位是堂姐唐初，昨天晚上我们俩是一块儿的。你好，你好，唐女士，这麻烦你跑一趟啊，不要有顾虑，我们就想多了解下情况啊。韩律师怎么样了？案件正在调查，我什么都不能说，这个你懂。而且这个案子承办警员也不是我。那劳您大驾，为了别人的案子出来接我们，真是太荣幸了。那你是想多了，我是来接他们的。哟，乔律师，法官啊！哎呀，你可以啊！辛苦辛苦！哎呀，真是非常感谢你这么支持我们的案子啊！不管怎么说，你的大力配合，我记在心里边了。不用记，正好我有事儿，你得帮我。喝了一会儿，大概在8点多，我看到肖真和王某就去酒吧。
等堂姐了吗？事情处理完了，各干各的呀。怎么的？难道还要在向阳支队门口吻别啊？那是活该人家跟你离婚，一点都不照顾别人感受。那韩律师的事儿，咱们也不管了。干嘛加个也字啊？公安能做的事儿也轮不着咱们管啊。我听说现在事情最关键的在于，这个李良到底是不是从事贩毒的犯罪分子？如果是，这韩律师呢，往不好了说，那是正当防卫；往好了说，甚至是见义勇为。你这一直在外边等我们，都是听谁说的了？咱俩不是说好共进退了吗？你和那个卢法官，是不是有什么龌龊瞒着我？事儿是有瞒着你的事儿，但不龌龊。这李良有前科吗？人家已经刑满释放，重新做人了。你不能说靠着翻旧账就认定人家还在贩毒吧？他身上有搜出毒品吗？没有。那他有给樊以沫提供什么毒品吗？这个不好说，就算提供了，樊以沫也不会承认的呀。现在很难再找到证据。那他身上毛毛看见的那包摇头丸去哪了？总不会是韩律师抢来吃了吧？你不记不记得毛毛说，李良从卫生间出来之后，看到他们在吧台说话，然后马上又退回到卫生间了。我怀疑啊，他是察觉到情况不妙，所以呢，把那一包东西又扔进了马桶。那可以对他进行毒检呀，抽血，还有头发。不是说头发可以检测出半年甚至更长时间他是否吸过毒吗？你能想到的公安都能想到。这个樊以沫，你看能不能让薛东来牵个线？咱们可以跟他谈。他不敢吧？那是京复所重要客户老总的儿子，不管你去还是我去，邝雨萍知道了怎么办？薛东死定了。哦，那这个代价也不是不能接受。除非能够做通薛东的工作，但见面不由我俩去。你不去，我不去，你让谁去啊？樊以沫现在被禁足了，如果我把这姑娘带进去，很有可能被樊总发现。你确定这个女孩是谁？不会传到主任的耳朵里吗？不确定。但如果就是邝北平操纵了明月阁这案子的投诉，极有可能他已经知道李彩霞是谁了。李彩霞是谁？就是毛毛。好吧，我不管毛毛是谁，我就知道这件事情弄砸了，很有可能会搞死我。肖律师是你找来的吧？肖律师本人呢，没否认，张正已经承认了，现在就剩下你还在武装可爱了。张正拿我当枪使，去打击邝北平，那是因为他不想把自己跟德智所都牵扯进来。他既有利益目标，也算是存在生存困境。但你不一样啊，你完全可以不管的呀。我为了利益啊。万一你们赢了呢？金复所能握你手里啊？大客户能认你吗？邝北平的社会资源你能接手吗？还是说另外2个合伙人你能搞定？你就踏踏实实在那儿当头马，不挺好的吗？为什么？什么为什么？为什么要帮我？我就是看不惯邝北平的做派，我想出头，有他压着我就出不了头。除了这个没有了，别把我想的那么高尚，我就是个利己主义者，行吗？烦死了！你大概是特别的感激我当时找到了涮肉调料，是吧？啊，你说的是当年宿舍那回事吧？那感谢你找到调料的不应该是我呀，我吃什么都可以呀。你别说，
你当时找回来的调料还真的挺全的。你呀，就是徒有其表。想当个坏人不容易。我知道这事儿有多大的风险，相信我，你冒的险是值得的。你是更认可我这个兄弟是吗？那我告诉你，张正也挺不容易的。他想要竞选律协的会长有什么错吗？就像我想要当京复的主任一样。可是到了您这儿就不一样了，我算是落着好了，您把人家暴啐了一顿。你别忘了，6年前帮你扳倒邝北平的是他，现在帮你找到帮你的人还是他。走了，毛毛，别让那个流氓欺负了啊！放心吧，走吧。我没摸他手，从头到尾，我连一句暧昧的话我可都没说过。我也相信你什么都没做，但是现在人家一口咬定你们昨晚喝酒的时候有肢体骚扰，你应该去澄清一下。如果你觉得不方便，我就跟韩总商量。哎别，这事儿可别让我爹地知道，因为李良的事儿，已经骂了我半天了。哎不是，这女孩到底想干啥？要钱啊？不像是。以我的经验，经历了昨天晚的事情，经历了今天的公安问询，他整个人是一个受惊吓的状态。好歹你是当事人之一，你应该去跟他聊聊，舒缓一下他的情绪，基本上就能解决问题。真的？既然你确定自己什么都没做，既然他不是真的要讹钱，这事儿纯粹就是情绪的问题。解决了情绪，就解决了问题。放下你的身高，放下你的姿态，低下头。安抚情绪，记住了。安抚情绪。让毛毛和樊以沫聊，到底想了解什么呢？咱不妨把昨天晚上的情况分为3个阶段。李良在进咖啡厅之前，他们3个人一起在咖啡厅喝酒，以及直到毛毛离开之后。毛毛呢，给我们讲述的第2个阶段。第3个阶段恐怕只有韩律师才知道。我们现有可能了解到的，就只有第1个阶段。也就是说，我们现在有可能知道第1个阶段发生了什么，但是想要证实李良贩毒行径的线索，这个恐怕几率还是低了点。希望渺茫啊！我是不是可以理解为，其实你不想管这个事情，去找薛律师，其实是照顾我的感受呢？咱们俩是一条船上的，你的事儿就是我的事儿，看看怎么样？你的演技我是不指望，但是 cosplay 应该 hold 得住。我要让你看看什么叫金港马龙白兰度。Action。你好，金港银行信贷监管，麻烦问一下，你们的财务在吗？据他们那财务所说啊，应该是邝伟平叫着他的司机带着现金去平账的。当然了，这事儿啊也无证可查，只能是一个合理推测。但是我更奇怪的是啊，他们怎么那么快会知道我们也在跟进那笔资金的流向啊？他既然这么着急的要把这个窟窿补上，也很说明问题啊。严培旭把那笔钱提出来，肯定是有什么见不得光的用处。哎，毛毛跟樊以沫聊什么呢？你听了那么长时间，你要不要听？我没你那左右互搏的功夫。听下这段。他说他在北京后吃饭，我就去那儿找的他。
到的时候，他都吃完出来了，他就说等他拿包烟就走，然后我俩就开车走了。那个饭店啊，死贵死贵的，而且还难吃。行，我明白。这李良不是说了吗？拿包烟。你说这李良会不会把车留在那个饭店的停车场啊？应该不会。如果是这样的话，公安肯定会知道啊。而且李良手上呢，肯定是有车钥匙的呀。万一那辆车没有登记在李良名下呢？再说只有车钥匙，你让公安怎么查？公安也询问了樊以沫。刚才你也听了，樊以沫很可能不知道他之前是开了车的。如果说啊，李良呢是个小毒贩，那么他肯定会有老大。极有可能现在他们已经找到那台车，并且开走了。那你待会儿要不要受累陪我去证实一下？那麻烦你受累陪我把这吃完。好嘞。太饿了。快点，快点啊！怎么？我记得你抽烟身上带着呢吗？抽完了。主任，您真是太累了。不光是今天，这么些年也没见您像这周这么忙。当舆论都指向一边的时候，公众对案情的预设立场就会明显倾斜。公安不会受这种影响，但舆情是不能忽视的。剩下的只能是盼着调查重心在韩冰身上的情况下，对另一边能有缓解效果。这我不太懂，但主任的办法一定是高的。高不高不一定，得罪人是一定的。主任，我就是一开车的，有句不当讲的，您对那严老爷子真是仁至义尽。当然我知道，您是全京港最罩得住那个，我就是有点担心。对，你小子别看读书少，也许人越单纯，直觉可能就越准吧。那个被抓进的韩冰，确实算半个法律世家子弟。我听说了，他们家那老头可比您差远了。韩冰曾经跟我说过，我遇到问题了，而这个问题可能无法解决。囚徒。哎，薛东当初答应你什么好处啊？好像是什么隐秘合伙人之类的吧，我也没仔细听。这待遇都没落实，你在我这就倒戈了。这薛东是真瞎啊！反正呢，他瞎不瞎我是不知道，我就是觉得挺有趣的。要不然你说我这个小律师怎么能加入你们各位大佬的神仙局呢？现在除了也把你纳入为眼中钉的邝北平，这个局里头其他的大佬基本都是泥菩萨。但不管怎么说，我觉得你啊，挺意志的，你有异乎常人的胆识和自主性。这算是夸我吗？没什么，就是让我想起了几年前我在法院中心遇到的一个实习的小姑娘。
也不知道现在怎么样。人家过得怎么样，不需要你操心。好了，鞋换好了，咱们接着找吧。哎，啊，现在是高峰期。那你在这歇会儿，我先去想想办法。我这辈子有过不少后悔事儿，因为贪心，因为自负，或者干脆就是缺德。老严对我有恩，该报有报。更重要的是，就在现在，在我发现自己回不了头的时候，我竟然不觉得后悔。您关照过的人太多了，这天底下本就是强者说了算，绝没有您拔不掉的刺儿。您要是还不想回去，要不我开车，您看看找个茶楼或者什么地方。不必，去买一盒好点的烟吧。哎，小孟，记住，你什么都不知道。哇，你找到了，厉害啊！哎，这牌照有问题啊！这防拆螺丝一拆就下来了，而且这上面还没有港字标。这牌照莫不是假的吧？乔律师，乔律师，轿车你在不在行？是不是这台车还不确定呢？就是这台车，我刚才已经去问过保安小哥了，他查了监控和入场时间，这辆车从昨天晚上停到了现在。你直接说不好吗？我在这折腾半天。某些人说什么餐馆傻贵之类的废话，还有脸说我了。就算咱们能确定是这台车，那咱们应该先打电话报警吧。且不说咱们打不开这车，就算能打开，咱们也不能干扰公安取证啊。你别瞎碰。好，那我去给肖闯打电话。我把地址发你了啊，你赶紧过来。好嘞。哦，我以为你不在行呢。不是我，我没动。我是追的，你看着车。不是你追他干嘛？车就是他解锁的，他肯定和李良他们是一伙的。拿着。哎呦，我真是。
你哪来那么多废话？而且我一女的，你大老爷们儿，我跟着你，你怕什么？想清楚了，刀就架脖子上了。你不搞清楚谁在威胁谁，我再往前1厘米，你就是3到10年大狱；2厘米你就是10年起刑。要是再扎深点儿，搞不好的话呢，我会在那头等你。你什么人啊你？啊？别慌啊！不像这人，怎么也不像大哥呀。干什么呢？别跟着我！让开！别追了！你怎么样啊？啊？我刚才有点感觉到害怕了。刀架脖子上，搁谁都害怕。我很少感觉到害怕的。我现在比你还害怕呢。我看看，没事吧？没事就好。我第一次感觉到刀这么凉。知道害怕是好事儿。以后再遇到这样的情况，别瞎逞能。行，一会儿你让他们都做好证据，然后带回局里啊。好，知道了。我妹呢？他说他有事儿，录完笔录他就走了。那你怎么还在这儿？车里头有没有发现能够证明李良的？非礼勿言。乔律师，别总让我提醒你。就刚才在巷子里头，那个持刀威胁你妹妹的那个人，大概就30多岁，然后穿了一个花衬，就是这样。我妹比你靠谱。总之呢，还是得谢谢你。这辆车是很关键的物证，我们一直在找它。没事。你等等。他这个人我知道，这事儿怪不得你。只是我想告诉你，他有无痛症，一种遗传的感觉自律神经障碍。因为他感觉不到疼，也就不知道什么是害怕。所以拜托，以后类似这样的情况，千万别让他一个人来冒险。我明白了，不会再有下一次。哎，这事你别告诉他，要不又该说我干涉他了。小吕，虽然他不怎么叫我哥，但是我就这一个妹。